川普的100日危機倒數，政權倒數警鐘嗎？今天帶觀眾朋友來看到最新數據，59%的人都預測了民主黨這一次在期中選舉會奪回眾院哦。另外，川普為了要顯示自己還行哦，強化打他的貿易戰，現在也對付到了包括歐盟到中國大陸都對他們開戰，能夠救回川普自己的王朝嗎？今天就這個議題做一個深度的剖析，歡迎觀眾朋友留言。如果您認為說川普的關稅戰能夠救回自己的民意，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沒有辦法，留言寫2，跟我們一起來互動。好，這一場美國的期中選舉倒數正式的進入100天了。現在最焦慮的人是誰呢？就是川普自己了。他原本高喊的是美國要再次偉大，但是現在面臨了他回到白宮以來最大的政治壓力。一邊我們等一下會看到具體民調不斷的下滑，另外一邊是共和黨期中選舉進入倒數，現在說眾議院的控制權可能已經不保了。如果說眾議院到時候真的失去了控制權，包括了這個共和党，他沒有辦法再控制的話，會面臨到的是國會針對於川普的調查，甚至是彈劾的壓力，這個都要再做持續觀察的。而白宮現在拉警報，就是在川普的期中選舉有許多的數字都告訴他很危險了。首先，我們看到在中東的政策部分，川普的中東政策讓民眾非常的不滿，65%的選民都不認同他對伊朗的政策，而且近80%的人認為說衝突根本難以迅速的落幕。第二件事情，我們要來看到眾議院會不會易主呢？這個也是川普現在目前最擔心的事情，因為一份民調顯示，民主黨重新奪回這個眾議院的幾率已經提升到將近60%了，而原本川普的優勢，其實呢，他主打的就是說，我要給美國民眾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經濟環境。但是現在美國面臨的包括了通膨、經濟跟移民等等的問題，本來是強項，現在民眾對這些項目就特別的不滿。而最新有關於川普的支持度的部分，趕快來看到，現在竟然只剩下36%到37%了，不支持度高達了大概50%。獨立選民與溫和的共和黨支持者，他們也在持續的流失，不再支持川普了。而這個時候怎麼辦呢？白宮想說，在中東這個地方受挫，所以是不是轉換一下這個民眾的注意力？他們再度的祭出的是301的關稅條款，希望透過政治把焦點拉回到美國，我們還是可以對外非常的強硬的。所以最新一波攻勢鎖定的就是歐洲國家了。我們來看到這個歐盟呢，川普呢因為不滿歐盟對 Google祭出了反托拉斯的處分，所以他說要做這個301的大調查，並且說我接下來會對歐盟來加徵大幅的關稅，還痛批歐盟說你們掠奪了美國的企業，要為此付出代價。而先前除了對於歐盟開戰之外，川普的301調查也對全球60個經濟體課徵大約10%的關稅哦，並且川普還說呢，接下來我還要任第3任的總統。要知道憲法是不可能讓他就是做超過2任的，但是現在呢，他說我要做第3任，他還說第2次會比第1次好，而且他說第3次甚至會更好哦，引發了許多的爭議。來看到支持度，剛剛提到了嘛，現在只剩下30%的民眾支持他，而淨支持度來看到竟然是負的25%，而且民主黨很可能奪回眾院，幾率高達60%。川普還說要做第3任，楊老師怎麼看？他真的想做第3任，甚至第4任啊，因為美國總統的這個歷史上有人做到第4任，那就是羅斯福總統。所以在1951年的時候，美國才修改憲法，他的憲法修正案第22條的修正案裡面講得很清楚，任何人不可以超過2次選上總統，2次啊，那意思就是說，你最多只能做8年，不管你中間是不是有下來，你是連任也是2次，你中間隔一個，像這一次川普1、川普2也是2次，所以憲法基本上沒有這個空間了，應該來說。那他為什麼要提第3任甚至第4任呢？我覺得有3個因素。第一個，他真的想做，他想試試看這個空間。第二個呢，他要激勵 MAGA 的這個凝聚力，支持他。當然這也就是為了年底的期中選舉的這個選群。那第3個呢，我覺得他其實是為了防範跛腳效應。這個防範跛腳效應很重要哦。因為他大概已經預見到年底的選舉
其實真的不是伊朗戰爭，美國選民對伊朗戰爭其實不是很有感，你知道嗎？比較有感的是經濟比較有感的是他的一些發言，那以及油價這些問題。那民主黨其實是來勢洶洶，雖然民主黨自己問題也多，可是呢，有一些州其實真的是看到這個過去猶太君主的錢不再像以前這麼的有效，有些地方有用，可是他現在大家沒有辦法100%知道說到底民主黨在眾議員選舉今年是不是能夠贏過共和黨，但有可能翻盤，所以他就是擔心說，當一旦翻盤，是不是接下來就變成掰咖了，就變成跛腳總統了？所以這3個因素了，他自己真的想做所以我們不要懷疑他這個真想做的這種態度那第二個是說他要激起這個支持度，以及面臨到這個選區的凝聚力。那第3個呢，就是避免他要掰咖。有沒有可能真的22條能夠去跳過？第22條要修正根本不容易。第一個，參眾兩院的議員要2/3通過，而且要再送這個就是各州的州議會要2/3以上的通過，或者是所有的超過2/3的州議會共同要求修憲，然後呢4/3以上的州議會通過，這根本就是 Mission Impossible 那還有一招，也就是他做萬斯的副總統，要擔任副總統，然後副總統就位1天，然後說我身體不行，然後由副總統來繼任，那這個也過不了最高法院的那個違憲審查那一關。還有一招，也就是他去這個被提名擔任眾議院的議長，因為眾議院議長不一定要被直接選舉出來，可以被提名直接選任命的。然後呢，由眾議院議長排名第3嘛。總統、副總統就是，然後眾議院議長，那這個當然這都是異想天開的。也就是說，美國人其實都已經想得很清楚，各種這種可能的灰色地帶，他去思考。但是你不要忘記，在美國的這整個制度美國的人民以及民主黨不是在那邊就是等着你繼續在當第3任或第4任的總統，所以基本上我覺得其實他是在凝聚選情的這種支持，以及避免他自己再一次變成掰咖總統。好，所以川普這個時候要救自己的期中選舉，也是凝聚選民的支持，所以喊出了我要當第3任甚至第4任的總統。那另外一招就是是不是可以透過關稅戰來再次的展現說，我雖然中東失敗了，但是我在這個方面經濟戰還是可以很強硬的，我可以對60個國家課徵10%的關稅，啟動301調查，能夠幫助選情嗎？還是只是推升物價？那委員又怎麼解讀？對啊，就是剛才這個永明老師講的就是說，其實川普在拋出他要做第3任或第4任，其實當然就是為了要拉抬他在 MAGA 的這個凝聚力跟支持度因為他在 MAGA 的這個支持度在過去這段時間已經陷入了一個分崩離析的狀態了嘛，連過去最支持他的這個電視節目的名嘴像這個 Tucker Carlson 他都公開的講了，公開講，他說川普對美國完全不忠。川普為了一個外國勢力背叛了美國，這 Tucker Carlson 講的，就是過去最支持川普的人都講這個話。那麼當然就不得不讓我們對於川普接下來的選情會捏一把冷汗其實就一個中華民族的一份子的角度來看，我當然希望川普可以做第3任、第4任、第5任、第6任，最好一直做到死為止那但是我剛才聽到永明老師已經把川普可能採取的路徑大概都做了一次的分析，那我就真的不得不要替川普捏把冷汗了，就希望他還能夠找到一條什麼樣的出路能夠繼續做下去。那我要回過頭來講，就是的確剛才永明老師說的沒有錯就美國人對於伊朗他其實根本不知道的。最近的一個民調去調查美國人，不到30%的人知道伊朗在哪裡其實這也不意外啦，你就要調查台灣的民眾的話，他大概也不知道伊朗到底在哪裡所以你說對美國人民來說，他在乎的是什麼？在乎他的生活可是關鍵的問題來了，就是目前為止美國的通膨的壓力是越來越大的，當然是因為伊朗的問題，当然就造成了雪上加霜的效果嘛。所以现在对川普来講你說他要來苛徵301的關稅，真的能夠達到效果嗎？我給大家一個數據就在今年5月就是今年美國5月的這個貿易逆差到了多少？到了776億美元，比起4月增加了42.2%。如果你拿今年的5月跟去年的5月這5個月來相比，
雖然有小幅下降了不到10%，但是這個上升的趨勢如果持續的增加，今年的貿易逆差搞不好還會超過去年的。所以從這一點你就會看到說，川普本來想要用課徵關稅逼的這個所謂製造業能夠返回美國，然後這個掠奪全世界各國的這個資金跟保護費，讓他們來投資美國，希望這個解決這個貿易逆差問題。現在看起來這個能夠達成的可能性並不高，更不要講說各位知道美國的國債，我就最近在看它什麼時候要突破40兆了。已經快了，現在已經39兆多了哦。就美伊戰爭再繼續打下去的話，很快就突破40兆了。所以大家回過頭來看，現在對川普來說最大的隱憂是什麼？美國的股市跟能源的價格是他接下來選舉最大的隱憂。美國的股市現在面臨了 AI 產業開始進行全面盤整，所以大家看到費城半導體指數起起落落，這個起跌漲跌很大哦，那就是因為大家對於前景都很模糊，並不樂觀。然後你再加上現在能源價格持續上漲，通貨膨脹問題沒有解決，美國在這個 Fed 在今年9月恐怕也不敢升息。可是在這個情況之下的話，你通膨問題就會越來越嚴重哦。尤其美伊戰爭未解，那麼能源危機持續存在。那這些東西都會對川普接下來的期中選舉造成很大的影響。我還是那句老話哦，就川普走到了這一步也不容易了，就他自己跟他的团隊每天拿石頭砸自己的腳。我本來想幫大家羅列一下說他為什麼走到這一步，可是我跟他寫一寫，發現實在是罄竹難書，寫不完哦。所以能夠有這樣的一個活寶來擔任美國總統哦，我當然是樂觀其成的了。好，所以眼前美國人看到的是包括了經濟問題、能源問題，還有中東問題等等。那其實現在整體的民調，這個 MAGA 派其實還算是比較穩固的，但是包括了獨立選民，還有這些比較溫和的共和黨的選票已經在流失了。那接下來川普他會怎麼做？這個有辦法透過加強什麼樣子的，比如說關稅戰等等的方法來繼續的凝固他的 MAGA 支持者嗎？或者是說炒中國介選等等？那艦長怎麼看？其實川普真的想選2028。我們從他日前在白宮記者協會晚宴上面，我們看到他戴着這個帽子，上面寫的就是2028。那這個帽子，那也就是他最後還把這個帽子直接丟給記者，意思就是說看看是不是2028。那但是我們這樣講哦，這個現在呢，川普他等於是在熱炒這個有關於中國大陸介選的問題啊。那其實大家如果回憶一下，真正介選的當初在討論的不是中國大陸啊，是俄羅斯啊。真正在介選的是俄羅斯。那但是呢，我們看到他想要試圖用這種方法轉移焦點，可是 MAGA 不傻啊。MAGA 仔細一想啊，俄烏戰爭還在打，伊朗戰爭油價還在漲啊。那現在呢，如果說川普他又要開啟另外一個戰場，也就是中美的這個全面性的這一個激化的競爭的態勢形成的話，美國的以現在的國力還撐得下去嗎？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啊。那這個問題呢，其實現在就已經中國大陸它的一個實力已經展現了，也就是有關於之前川普總統那個訪問中國大陸的時候，當時承諾了200架的波音客機，現在中國大陸進一步要求200架的這個波音戰機，你必須要能夠保證未來的零附件的供應以及售後的這一個維護。為什麼？因為中國大陸已經想到了，我現在給你買200架，以後呢你就開始出口限制，那我這200架不就白買了嗎？所以那這個也就代表中國大陸已經預防在各個方面預防川普的翻臉了。那但是川普是不是能夠直接的能夠在這個期中選舉之後掌握這一個參眾議院呢？我們現在來看看啊，這是經濟學人他每周做的一個滾動式的一個民意調查，我們看到川普又跌了0.4個百分點。那這跌的0.4個百分點，我們看這個就是比較粗的這條線，它就是一路下跌啊，從來就沒有再回頭過。那比起他的川普第一任還要糟糕。那比起這一個他一天到晚去績效的這一個前任總統拜登，其實自己差更多。好，謝謝艦長。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
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